1折的进口巧克力，2块钱的网红酸奶，这些便宜到像白送的临期食品，你敢吃吗？每天都有大量食品因接近或超过保质期而被浪费，你是否曾为家里那些被丢掉的食物感到惋惜？今天就跟着世界探索站，深入探讨临期食品的世界，告诉你如何判断它们的安全性，以及如何聪明地利用这些折扣商品。接下来的10个知识点将彻底改变你对临期食品的看法，让你在购物时更加自信和明智。第一，临期食品到底是什么？临期食品通常指的是预包装食品即将到达其标示的保质期，但仍在保质期内。对于保质期超过1年的产品，到期前的45天可能会被视为临期，保质期在6个月到1年之间的，可能是到期前的20或30天，而保质期较短的食品，临期时间也会相应缩短。但只要在标示的保质期内，临期食品仍然被视为非过期产品，完全可以合法销售。第二，最佳食用日期与此日期前食用的区别。最佳食用日期主要是关乎食品的品质，指的是在这个日期之前，食品能保持最佳的风味、口感、颜色和香气。过了这个日期，食品的品质可能会下降，比如饼干可能不再酥脆，咖啡的香气可能减弱，但通常情况下仍然可以安全食用。此日期前食用则更侧重于食品的安全性，指的是在此日期之前食用是安全的。特别是对于一些容易腐败变质的食品，如新鲜肉类、乳制品和即食沙拉等，过了这个日期，食品可能存在微生物超标的风险，食用后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。第三，影响食品品质与安全的幕后推手：储存、包装与微生物。不当的储存可能导致食品在保质期前就提前变质。例如，牛奶需要冷藏，冷冻食品要保持在低温环境中。保持储存区域的清洁也有助于防止食品受到污染。完整的包装可以有效隔绝微生物污染和外部环境对食品品质的影响。购买临期食品时，应该仔细检查包装是否完好，避免选择那些罐头有凹陷、膨胀、破损或泄漏的食品。一些食品生产商还会采用气条包装 MAP 等技术，通过控制包装内的气体成分来延长食品的保质期。微生物污染是导致食品变质的主要原因，包括细菌、酵母菌和霉菌等。不同类型的食品对微生物生长的敏感程度不同，例如鲜牛奶比罐头食品更容易受到微生物污染。一些加工方法，如巴氏杀菌和灌装，有助于减少或消除有害微生物。第四，常见临期食品面面观。不同种类的食品在接近保质期时，可能会发生不同的品质变化和安全风险。临期牛奶的品质可能略有下降，例如口感可能变酸，但如果一直妥善冷藏，通常仍然安全。一旦出现异味、异常气味或质地异常，就表示已经变质。超高温灭菌 UHT 牛奶的保质期较长，未开封前可在常温下保存。临期面包可能变硬或变干，但通常仍可以安全食用。如果出现肉眼可见的霉菌、白色或绿色斑点，则不应再食用。零食通常含有防腐剂，以延长保质期。临期零食可能失去一些酥脆度或风味，但如果包装完好且储存得当，一般仍然安全。高脂肪的零食，如坚果，如果储存时间过长或不当，可能会产生哈喇味。由于灌装过程的杀菌作用，罐头食品通常非常稳定。低酸罐头，如蔬菜、肉类，可以保存数年；高酸罐头，如番茄、水果的保质期稍短，但仍然很长。应丢弃罐身凹陷、膨胀、穿孔或严重生锈的罐头。罐头食品一旦打开，应冷藏并在几天内食用完毕。第五，超级储存秘诀。正确的储存方法可以显著延长食品的保质期，让你更有效地利用临期食品。易腐败的食品应立即冷藏，理想温度应低于4摄氏度。合理安排冰箱内的食物，确保空气流通，有助于维持稳定的低温。冷冻可以有效暂停食品的变质过程，阻止微生物的生长。对于短期内无法食用的临期易腐败食品，可以考虑冷冻保存。冷冻主要影响食品的质地，对安全性影响不大。冷冻前应使用适当的包装，以防止冻伤。解冻后的食物，除非经过烹饪，否则不应再次冷冻。干货如面条、米饭和饼干等，应存放在阴凉、干燥、避光的地方，以防止吸水和虫害。开封后的包装应使用密封容器储存。
第六，你的感官是最佳判断，注意食品的颜色是否异常，如出现不自然的变色，形状是否变化，如罐头膨胀，以及是否出现霉菌。罐头上的轻微锈迹如果可以擦掉，通常没问题，但严重锈蚀则应避免。如果食品散发出异味或腐败气味，这通常是变质的强烈信号。对于标示最佳食用日期的食品，气味测试是一个有用的指标，但对于标示此日期前食用的食品，则不应仅依赖气味。检查食品是否出现不寻常的黏滑或发黏，这可能是细菌生长的迹象，尤其是在肉类和乳制品中。如果食品外观和气味正常，对于标示最佳食用日期的食品，可以尝试少量品尝，但如果味道不对，应立即停止食用。对于标示此日期前食用的食品，如果有任何疑虑，强烈建议不要品尝。第七，真正的风险，当临期食品过期，食用真正变质的食品，特别是过了此日期前食用或储存不当的食品，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。常见的食物中毒症状包括恶心、呕吐、腹泻和发烧。症状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病原体的种类和个人的健康状况。某些人群更容易因食物中毒而产生严重后果，包括幼儿、孕妇、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。对于这些人群，在选择临期食品时应格外小心，避免食用过了此日期前食用的食品。易腐败的食品，如生肉、家禽、海鲜和乳制品等，如果变质后食用，其细菌污染的风险更高。第八，临期食品的优点，让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所需的商品，节省开支。在以下情况下，购买和食用临期食品是划算且安全的选择：一、当你计划在短期内食用这些食品时；二、对于保质期较长的商品，如罐头、干面条和某些零食；三、对于可以冷冻保存的临期易腐败食品。第九，破解迷思，关于临期食品的真相。关于临期食品，存在一些常见的误解需要澄清。迷思一：所有临期食品都不安全。真相是，临期食品仍在官方标示的保质期内，法律上被认为是安全且可以销售的。关键在于区分最佳食用日期和此日期前食用。迷思二：临期食品的营养价值会大幅降低。真相是，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某些营养素可能会有所流失，特别是一些维生素，但临期食品的整体营养价值通常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生产商通常会在保质期内设置一定的安全余裕。迷思三：临期食品的品质没有保障。真相是，建议消费者在购买时检查包装，并用感官来判断品质。信誉良好的临期食品销售商仍然会遵守食品安全标准。迷思四：长期食用临期食品对健康有害。真相是，只要临期食品仍在保质期内，并妥善储存和食用，长期食用多样化的饮食，包括临期食品，并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。重点在于避免食用真正变质的食品。第十，临期食品安全食用技巧，你的购物指南。为了安全的购买和享用临期食品，请记住以下食用技巧：一、在值得信赖的超市、信誉良好的折扣店或评价良好的线上平台购买临期食品；二、购买前务必检查包装是否有任何损坏、凹陷、撕裂、泄漏、膨胀；三、确认食品仍在此日期前食用的日期内，或注意最佳食用日期以了解其品质；四、购买临期食品后，特别是易腐败的食品，应计划在短时间内食用完毕；五、严格按照包装上的储存说明进行储存，以确保安全和品质；六、食用前务必检查食品是否有任何变质迹象，意为外观变化、不寻常的质地。如果你对临期食品的安全性有任何不确定，最好谨慎起见，丢弃它。临期食品并不等同于过期食品，掌握正确的储存方法，并学会运用感官判断食品的安全性，可以帮助我们更明智地选购和利用临期食品，既能减少食物浪费，也能节省开支。当然，对于易腐败的食品，我们仍然需要格外小心，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。你对临期食品有何看法？你是否有过购买或食用临期食品的经验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，让我们共同学习，做出更聪明、更可持续的食物选择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别忘了点赞、订阅以及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观看，下一期也会为你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